在黄埔军校的日子，红鱼路筑成后，我又失业了。村里有未族佬与官方合办钨矿公司，他介绍我去郴州税务局当文书，局长是公司股东，每月20元。一个没有较好的学历的人能有工作，就算好事。局长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，留有一簇日本胡须，煞是威风。为了官运亨通，江生有一个女孩的农村妻子离了，和湖南省委委员的女儿曹小子结了婚。这位太太为了表示她是尊贵的千金小姐，在和我们闲谈中说，局长向她求爱的时候，配着军官武装皮带，挂着宝剑，双膝跪在她的面前，使我理解到拜倒在石榴裙下是真有其事，而非闻者言过其实。局里的工作人员关系都比我好，学历也比我高，若仅考虑吃饭问题，可供个人温饱；若考虑长远问题，当一个抄抄写写的文书，不是什么特技人员，上不去下却容易，但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，觉得有些惆怅。1939年10月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2分校在郴州招考第17期学生，考试资格，初中以上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者，18岁至25岁的健康青年。投笔从戎、保家卫国的工作，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，机不可失。我立即请局长出示一个同等学历的证明去报名。抗战时期的军校生活是很艰苦的，毕业后马上就派往前线，生活就更艰苦。你能吃得消吗？局长从我的头上直看到我的脚下说，倘若我能考上，我能吃苦，上前线，我不怕，活着有意义，死去有价值。我慷慨地回答局长，请局长给我开个同等学历的证明，去试试看，考得上，我永远不会忘记局长的恩惠；考不上，就继续在这报效局长。我再度向局长要求，同事们也劝我不要去考，有了工作，又何必去自讨苦吃？我理解局长和同事们的心意，不是担心我吃苦，而是担心我学历不够，考不上。即使考上了，战场上没有局里安全。不管他们是善意还是低估，我终究是中国人，国家亡了，都得当亡国奴。日本自1931年占领我国东北，1932年3月成立为满洲国。1932年128又进攻淞沪，枪炮声、飞机轰炸声还萦绕在中国人的耳朵，血迹还呈现在中国人眼前，国耻还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没有洗写。又贪而无厌地于1937年7月7日，以夜间演习中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，向我河北省宛平县的卢沟桥发起进攻。我29军当即予以抗击，揭开了抗战的序幕。现时日军已由华北而华中长驱直入武汉，你我他都不去抗击，日本侵略者绝不会自行撤走的。我决心以身许国，带着同等学历的证明到招生处报上了名，获得体检证。体检时有些紧张，体检不合格就不能参加笔试和口试。我拿着体检表一关一关地走过，身高 1.62 米，体重53公斤。最担心的2关通过了，松了一口气。以后视力、听力、嗅觉、口腔、胸腔、内脏等一系列的详细检查，最后总评为甲。第3天口试和笔试，语文自觉考得好，英语也考得可以，代数是用算术做的，但结果没错。考了以后心里很不平静，局长和同事都曾劝我不去考，我硬着头皮去闯，要是没考上是丢人的。榜师录取名单的那天，趁大家还在填税，我轻手轻脚地走出局里去看榜，没有信心从前往后看，而是从后逐次向前看，看了2/3，仍未见自己姓名，很觉失望。再向前看，仍没见我名，真急人。继续向前看，才发现我是第4名。这次参加考试的1000多人，最低学历是初中毕业，高中肄业和高中毕业，
还有2个大学肄业生。我高兴得几乎要发狂，转身快步回局，告知了几位同事，大家都感到惊喜。接着报知了局长，感激他给我出证明。这么多人考，你考上了，算不错了。局长惊异地说，我的录取是超出他们的意料之外的。我出发前，局长和同事都分别请了饭，为我饯行，并祝我一帆风顺，战场立功。招考官领我们到了武冈县，是一个山区，丘陵地带很多。这个县的祠堂很多且很宽敞，一个祠堂能住下2个队，作为战时的训练基地是具备了较好条件的。我们6总队住在高沙镇，各地招来的学生全部进行了复试，编成的3个总队，6总队学生人数1454人，7总队1503人，27总队977人。1940年5月又成立了21总队1495人，共计5429人。我编入第6总队第2大队第8队，学迫击炮。校长蒋中正我们没见过，负责是校主任李明浩，是一个廉洁奉公的革命者，当了一辈子的官，仍然是祖先留下来的只能收19担半谷子的田。他向学生训话，总是一再要求廉洁奉公，吃苦耐劳，要爱国，要爱民，要学文天祥那样的高尚气节，至死不屈，名垂青史，要深刻领会正气歌里的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着丹心照汗青。这种勇于牺牲的伟大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光辉榜样。像汪精卫之流，卖国求荣，认贼作父，千古唾骂，遗臭万年，生意何容。他说，军校办在黄埔的时候，大门口有副对联升官发财，请走别路，贪生怕死，莫入此门。现在国难当头，保卫祖国是当代赋予我们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。我们责无旁贷地踏着先烈的血迹，前赴后继地歼灭入侵之敌。主任的训话给同学们的印象非常深刻。主任并规定学生不管是操场、教室、野外都要穿草鞋，养成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将来到部队也一样要穿草鞋，与士兵们同甘共苦。前3个月是入伍教育，也就是士兵教育，学的都是士兵的基本动作，如立正稍息、左右看齐、左右后转，各种步法、跪下卧倒、目测距离、紧急着装、紧急集合、发现目标、指示目标、地形利用、匍匐前进、排除障碍、超越障碍、黑夜行军、坐立卧姿瞄准、固定目标射击、活动目标射击、伪装术、批次术等。还复习了中学的数理化史地等基本学科，由政治教官讲三民主义，给我们教政治的教官是留学苏联归国的。入伍教育期满，就参加集体入国民党，集体宣誓，所有学生都是党员。今后开始军官教育，学政治与军事，学校规定政治不及格不能毕业。政治主要学三民主义。三民主义分民族主义、民权主义、民生主义。民族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，中国自求解放与独立自主，国内各大小民族一律平等，联合世界上的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。民权主义是权能分立，即政府有立法权、行政权、司法权、考试权、监察权等5权，也叫治权。政府用治权去发挥管理国家大事的能力。人民有选举权、罢免权、创制权、复决权，也叫民权，即人民管理国家政府的权利。国家政府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，人民有管理国家政府的权利。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，实行耕者有其田，与共产主义的目的相同，但实行方法不同。共产主义是使用激烈的阶级斗争解决阶级矛盾，
民生主义使用和平的平均地权、节制资本及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手段来解决阶级矛盾。三民主义是当时政府机关、学校、部队及全国人民的政治信仰中心，到处都可以看到宣扬三民主义的巨幅标语，学校的课本都有三民主义的教材。但因抗日和内战，民族濒临生死存亡关头，抗日时国共曾经合作，共同对敌，但政治各行其事，共军占领区激烈地推行阶级斗争、土地改革、分田分地，巩固政权，而国民党为实行耕者有其田。历史只讲各代兴衰之道和各国各代著名战役胜败之因素，地理则讲与国防军事有关的海港、航空、铁路、公路、山岭、河流、平原、交通枢纽、国防屏障、南北气候、国界纠纷等。另外还有时事教育，由专门研究国际国内形势的教官每周做一次形势报告。军事学科很多，如步兵操典、射击学、兵器学、筑城、通讯、谍报、爆破、测绘军事要图、战术等。战术虽是纸上谈兵，但很有教义，讲的内容广泛，古代兵器、现代战术战略、立体战争、平面战争、化学战争、山岭、森林、平原、城市、村落，以及对空降部队之作战、正规战、游击战、闪电战、持久战、攻击、追击、退却、遭遇、中央突破、二翼包围、一翼包围、降攻实退、诱敌深入、埋伏夹击、声东击西、迂回敌后等战术，还讲了对敌空军和战车、毒气等之防御措施。战术教官在课堂讲了的，队长和副队长带到野外演习，一般以班挑选教练为重点，因毕业后分发到前线部队当排长，就要用上。筑城在当时也是重点课，因为我们部队装备较差，抗击优势装备的敌军必须依赖工事来弥补装备上的不足。筑城教官在教室里教了攻击作业和防御作业，如掩体、散兵坑、交通壕、隐蔽部、碉堡等建筑，火力配备、掘土计算等。教官会带我们到野外实地建筑防御阵地和攻击作业，定时定量完成作业，亲自逐一检查，合格按时完成的表扬，不合格或没按时完成的当面批评，还集合学生训话。他说，平时多流汗，战时少流血，有很少数同学不肯流汗，指定的作业也没完成，若再不肯下功夫，战时不但要流血，还要流脓。说的大家都笑了。笑什么？到时候你想哭也来不及了。队列里顿时又严肃起来。谍报课，同学们最喜欢听。教官讲课时，同学们的视线都集中在教官身上，耳朵张着，将听力集中听教官讲。教室里寂静的好像只有教官一人。教官说，谍报组织的纪律是非常严密的，要机智、保密、勇于牺牲，至死也不泄露组织的机密和自己的身份。谍报组织只有纵的联系，没有横的联系。派赴同一地点执行同一任务的谍报人员也互不知道。教官讲一个主题，就复讲一个实例。讲刺杀时，引用汪精卫飞逃河内去当南京敌委主席时，戴笠派了谍报人员去河内刺杀，并派了监视执行刺杀谍报人员任务的谍报人员潜入河内。当刺汪谍报人发现汪精卫的时候，用手枪连续射击，见汪立即倒在地上。可是事后才知道，刺杀的是曾仲明，因为汪与曾穿着同样的西服。事后戴笠很后悔没亲自出马。记得有一次谍报教官上密码翻译课，在黑板上写了很多密码式样，包括希特勒式，做了翻译密码的简要介绍，引用了日本空军袭击珍珠港的实例。日本外交部派外交官赴美做和平谈判，来掩护偷袭珍珠港。
戴笠的军统局密码翻译是一处日本空袭珍珠港的密电。戴笠通知了中美合作所，美国不相信中国有如此侦察能力。珍珠港遭到突然袭击后损失惨重，才对中国的情报感到震惊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德国进攻法国前，德国派了大批情报人员侦察法国的国防工事马奇诺防线，用药水将防线设施地图画在头皮上，等头发长了带回德国，剪了头发制成军用图。希特勒根据这些情报，只是科研人员研制喷火坦克，采取中央突破的闪电战术，攻破了马奇诺防线。卫刚将军在布置卫刚防线时已无济于事。德国情报人员还将巴黎防务布置、行政机构、市民户口调查得一清二楚。德军乘胜直捣巴黎，势如破竹，清查户口了如指掌。日本攻占中国蓄谋已久，有些日本情报人员已经在中国住了几十年，入了中国籍，语言、衣着、生活习惯完全与中国人一样，走城市，入农村，到处游山玩水，对我国地形做了详细的考察，配合航空摄影绘制的军事用图比我国自制的军事用图更为详尽。教官还讲了如跟踪监视、暗杀灭迹、制造混乱、趁乱逃脱、伪装技术等。戴笠在抗战时曾多次化妆商人，到上海、南京与军统的地下组织收集敌伪情报。校方根据前方部队不急需干部补充，决定将我们这一期延期半年，原定半年毕业和1年毕业的，统一延期为1年半，学习较高的军事知识和政治理论。但大多数同学都不想再学习，想早些到部队，在前线显显身手。我在入伍期间教育时，就曾向《党军日报》写过投笔在教室里几篇稿，在副刊《文艺之夜》刊载。队里的冯指导员看见了，指定我主编队的毕报。1941年6月1日，我们毕业了。好吧，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儿了。有许多经历，当年余生前辈只是走过，但今天回头来看，才知道他改变了什么。谢谢你愿意陪我一起把这段旧时光慢慢听完。我是 Adam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